今天是第2届原转会的第1次开会，我们欢迎新加入的3位委员，包括卢凯竹代表、屏东县原住民处古丽华处长。请坐。我们学者专家委员、中研院台资所的詹素娟副研究员。以及机关代表林务局的林华庆局长，我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接受邀请继续参加我们这个对话的平台。那么过去1年半以来，原转会已经向国人证明，我们可以透过公开的讨论，来面对原住民族在台湾历史上曾经遭受的伤害。然后有步骤的来谋求解决的办法，无论是土地的问题、语言及文化流失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平埔族群的身份回复，这些族人关切的事情，经过原转会讨论以后，都开始还原真相，逐步推动制度上的改革。那么，透过委员们的提案建议，上个月行政院也正式提出《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权利恢复条例》的草案，那么改变正在持续发生中。那么今天的会议呢，稍后会安排幕僚单位简报第1届原转会的重要的成果，在这些基础上，接下来的2年，我们将一起实现更多的目标。那么，另外，继林务局跟台糖之后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退辅会来发表参与原转会工作情形的专案报告。之前我曾经提过，原住民土地的议题中有3块关键的拼图，在追溯历史真相的时候是不可以或缺的，那就是林务局、台糖公司以及退辅会的土地取得的过程。那么退辅会成立的时空背景是为了要照顾大量的农民，而这些贡献是不容抹灭。不过退辅会经营的土地里面，也确实有不少跟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重叠。透过报告跟交流，我希望能够促进退辅会跟族人间的正面的互动，进而找出制度性的解决的方案。那么无论再怎么复杂分歧的议题，只要共同对话，我们一定能发挥集体的智慧，促进真相跟和解，这就是原转会存在的意义。那么上个月呢，处长会呢，已经正式挂牌运作。我很肯定原转会的主题小组已经就发生在威权统治时期相关的议题，跟我们处长会展开合作。那么在座排湾族的高天惠牧师，同时也担任原转会跟处长会的兼任委员，所以也将持续扮演两边的沟通的桥梁。那么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向少部分对转型正义或者对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还有误解的朋友说几句话。转型正义是为了族群的和解，不是为了挑起族群的冲突。只有当我们坦诚面对过去的伤痛，政府才能够避免再次犯下相同的错误。也只有当社会不同的族群可以放下歧见，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才会真正的巩固。那么一个经历转型正义、克服历史伤痛的民主台湾，不会再有人因为批评政府而突然失踪，更不会有人因为坚持说自己的母语就受到处罚。转型正义不分族群，不只是汉人的事，也不会只是原住民族自己的事，这是整个台湾社会必须要一起来面对的课题。那么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牵涉的时间尺度跟议题的类型，都比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更加的广泛复杂，因此更需要全体国人一起来参与。我期许进入第2届的原转会，除了继续厘清历史真相，针对重大的议题我们交换意见，也可以开启更多积极性的对话，创造更多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各位委员，各位工作同仁，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克服过去，走向未来。谢谢大家。